上一集我们讲到世界观怎么建立，角色怎么设定，空间怎么稳定，最好在开拍之前呢先想好。你可能觉得设计都已经规划好了，接下来制作应该会很顺利吧？但是没有，拿到这些规划跟设计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我在制作阶段遇到问题比起在建构世界的时候还要多。AI不懂物理定律，不懂摄影的角度，声音每次的生成也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有些问题呢，我到现在还是卡着。这一集呢，是我之前制作 AI 微电影《下辈子也要在一起》的幕后花絮的下集。那下集呢，我一样会把我踩过的坑摊开来给你们看，是用什么方法绕过去的，或者是说绕不过去的话该怎么办。摄影角度呢，也是一个大魔王，非常的难搞。为什么难呢？上一集说到 AI 并不像 3D 软体一样，可以直接建模建出一个空间，然后再设定虚拟摄像机的位置。你只能用文字去描述说这张图你希望它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呢期望它听得懂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的影片里面有一场餐桌戏，之前在做世界观设定的时候不管是场景图还是分镜图，餐桌跟餐饮都是从侧面拍摄的。但是呢，我有个过渡画面需要是从餐桌椅的背面去拍，就是人物背对镜头坐在餐椅上的那种画面。你想想看，我的参考图里面全部都是侧面或者是45度角 ，AI 从来没看过这组餐桌椅的背面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一开始就是写椅背特写这种提示词，结果呢 ，AI 就是每次不是给我侧面就是45度斜角，要不然就是直接把人物背对镜头，因为这种写法只是告诉他物件是什么，但是没有告诉他摄影机该放什么位置，所以就比如画面中的人物跟椅子会直接转过来面对镜头。后来我的做法是3个东西一起上，平面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图，告诉他空间的关系；参考图呢，则是告诉他说这组餐桌椅长什么样子。然后提示词改成场景人物的描述加上摄影语言，就是先在图面上先用箭头，红色箭头这样子画给他看，然后他去生成之后再一直修改。这张图呢，就是我最终生成的样子。右边这边就是我图像的提示词。我不光描述了风格，重点是我也描述了空间布局，外加光线跟你的镜头该设定的位置。不是写椅背特写，而是写摄影机在女人身后平视视角，然后3个一起给平面图、参考图，才慢慢调出我想要的效果。那还有一种视角也非常难，那就是上帝视角。我有场戏是男女主角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想要摄影机在天花板位置往下拍，尽量拍到整个客厅。但是我之前生成的客厅场景一张是站在餐厅，然后面向阳台的位置，然后一张是直接面向阳台，就这2张参考图而已，没有那种高角度的视角。你看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，你的参考图没有涵盖的角度它就很难生成出来，而且你光用提示词去描述的时候它也会有误判的问题。就像我前面这一张，它这边突然就多了一道墙，这边明明应该是餐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边把用一道墙封起来。那最后这个镜头我是用这边右边这样的提示词，一样先写风格，然后再写镜头位在哪里，再写人物跟里面的物件。我当然还是有附那个空间的样子，就是前面这个空间参考图给他，然后还有平面图那些给他，外加提示词。最后呢，就是得到这张我想要的效果，用上帝视角去俯瞰整个客厅。你看 AI 并没有 3D 空间的记忆，你的参考图没有涵盖到角度跟范围，它就很难去生成。不是提示词写得不够好，是它根本就没有那个视角的相关资讯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特殊角度或是特殊场景的镜头的话，最好在设定世界观的时候先把那些东西先准备好，当做参考图。然后提示词呢，要从一般的描述升级成加上摄影指令，还有物件、人物、空间、配置的那些说明。那摄影角度呢，你起码可以用平面图跟参考图给它 cover 过去，这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接下来这个坑可能是你怎么准备都没有办法避免掉的，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则。物理规则呢，是真的让我最感到无奈的一个。我的影片有一幕是女主角躺在床上，特写她的脸。她在梦里面梦到已经去世的猫，很难过，所以默默的流眼泪。结果呢 ，AI 生出来的画面是眼泪是往下巴的方向流。
你想想看，它是躺着的状态，依照地心引力，它眼泪照来说应该是往太阳穴的方向流，但是它却是往下巴的方向流，这点就是真的很无奈，而且我修了好多次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的猜测是说，在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，大部分的人输入兴趣的资料，或者他训练出来的那些内容啊，都是坐着或站着，所以 AI 学到的哭啊，就是眼泪一定是往下巴，而不是会依照地心引力。那你说我有没有在提示词里面写清楚说，眼泪要往太阳穴的方向流呢？我有写。但是它生成的影片啊，一样是眼泪往下巴的方向流，我就觉得很尴尬。然后不论我怎么写，然后它就是一样。那你说我后来怎么办呢？我追加了一个动作，就是眼泪滑出眼眶的时候啊，就用手背去把它擦掉。等于说，在眼泪还没有完全流下来的时候啊，我先用手这个动作去把这个 bug 把它给遮盖住，这样子观众就不会特别去注意说，这个眼泪流的方向有问题。与其硬跟 AI 对抗啊，那不如用别的方式去把这个 bug 给它遮盖掉。在电影拍摄的时候啊，也会使用这样的方法，穿帮的地方呢，用剪辑或者动作去把它盖掉，这样子的观众呢就不会注意到这个画面有问题。前面2个问题，摄影角度跟物理规则是具体上的技术坑，但接下来这个呢是思维上的转变，它改变了我对整个影片规划的理解。我原本在设计 AI 导演系统 MSAY1 的时候啊，刚开始会先问使用者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这支影片预计规划的时长要有多长？30秒、1分钟、5分钟，听起来很合理，对不对？先规划时长，然后再去设定分镜。结果呢，我实际做下来发现啊，如果你的故事是需要5分钟才能把它好好的说清楚的话，当你把这个时长压缩到剩下3分钟的时候啊，你生成的画面、生成的那些镜头，前因后果可能就没有办法交代得很清楚、很仔细，所以观众看了也不知道这到底在干嘛。所以我后来在制作影片的时候啊，就不会先去想说，我这支片要制作多长的时长，我呢反而是先去解析这个故事，每一段每个场景想要表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需要多少个镜头才能把这些内容完成呢？而时长、片长是解析完之后的结果，而不是一刚开始就设定的东西。我后来算了一下，我这支 AI 微电影啊，总共有17个场景。平均每个场景呢，大概要10个以上的镜头，才能比较完整的把这个故事呢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时长是结果，不是起点。到这里呢，你可能发现，不管是前面讲的摄影角度、物理规则跟时长这件事情，其实都还算有方法可以解决。但是接下来呢，这个 B-roll 它考验的不是你的技术，而是你的叙事判断力。在拍影片的时候，不是有所谓的 A-roll 跟 B-roll 吗？ A-roll 呢就是主镜头，主要呢是呈现角色在干嘛。B-roll 呢通常呈现的是空景、过渡画面，或者是用来铺故事线、埋伏笔用的片段。你不可能一支影片从头到尾都只拍角色，绝大部分的时候你都要 A-roll、B-roll 这样子穿插。而这么做啊，通常是为了交代一些时间线，或者是给观众有一个呼吸的时间。但问题来了 ，AI 可以帮你生成很多画面，这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难的是你到底要它生成什么？什么时候要给一个物品特写？什么时候呢？又只是远景带过？这些判断啊 ，AI 并不会帮你做，它只会执行。真正决定呢，是我们自己。这次的故事呢，是跟转世轮回有关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就是猫咪的项圈。那这个项圈什么时候要给它特写？什么时候只是隐约出现在画面的角落？我全部都要自己想过一遍。还有时间感的问题，早晨的戏啊，我会先从阳台的空景开始，那种早晨的氛围，然后再转场到男女主角坐在餐桌上吃饭聊天。这个空景呢，就是用来告诉观众说，现在是早上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如果直接跳到餐桌，观众可能会不知道说，所以这是新的一天，还是说延续原本就有的一天呢？你看，这些全部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。AI 可以生成一张阳台的空景，一个项圈的特写，技术上呢都做得到。但是这些镜头啊，什么时候该用，甚至用什么样的景别去呈现它，这都是我们自己人要决定的事情，而不是工具的功能。说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，A-roll 就是故事在说话 ，B-roll 呢则是导演在说话。你要自己决定观众需要看到什么，感受到什么。而影片呢，就是要让观众看到这些情绪是怎么自然过渡过去的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我真心觉得非常的难，那也就是声音。我之前在用可伶去生成影片的时候啊，它有个功能是可以同步生成对白的内容。
那我每一次写的提示词里面啊，都描述这个声音是一模一样的，带有磁性、沉稳又温柔的男性声音，然后是南方口音。结果呢，它每次生成的效果都不太一样。快了，再撑一下，之后我们就3个人了。你看，这是手，这是脚，我们有孩子了。这跟我之前提到角色参考图啊是一样的道理。你用文字去描述一个人的长相 ，AI 每次生成的脸会有相似性，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看它的细节的话，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声音也一样，你用文字去描述一个声音的时候，它每一次生成啊都是重新取样，就会变成说大致可能70到80% 啊，它听起来很像。但是如果你去把它放在一起听的时候，发现它依然是不同人在说话。那我有没有试试别的方法呢？有。我试了 Eleven Labs， 声音品质呢确实比较好，但是呢听起来比较像是在照念台词。虽然说咬字很清晰啊，但是就没有情绪，没有起伏，感觉不像真人在说话。快了，再撑一下，之后我们就3个人了。你看，这是手，这是脚。这本评价最好，里面有讲领导3岁的小孩睡眠训练。我也试了 CapCut 内建的朗读功能，那一样的问题，听起来呢并不像在演戏，像是在念台词而已。后来我发现可伶有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元素绑定。那时候我想说，太好了，我就可以把声音这个元素啊绑在它那个角色里面。结果测下来呢，发现就是它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模一样的程度，但是能提高相似的几率。这跟之前讲的参考图理论是一样的，绑定呢也只是提高几率，但不代表它一定会一模一样。所以声音跟画面啊根本是同样的问题，没有参考呢就不会一致，有参考呢也只是提高几率而已，并不是锁死结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是想再测试看看 Eleven Labs，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Voice Design 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为了一个角色去设定一个固定的声音，你可以在台词里面附加一些语气词，它呢好像生成的时候就会配合那个情绪，就是你标注写的，例如说伤心的说，然后呢它就会依照你的这些词去生成比较有情绪的语音啊。但是这一部分呢我还要再测试，接下来可能就会把这个音档去丢到可伶里面让它去对嘴，或者是说直接放到CapCut 里面去配那个音。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再继续去做别的 AI 影片，然后继续测试这些东西。那我只是觉得说每次用文字去生成都等于是让 AI 去猜测，去重新设定，那倒不如我一刚开始就把它设定好。今天这一集呢讲了很多内容，摄影角度、物理规则、时长、B-roll 还有配音这些，但重点就是呢，即便你事先规划好了，但在制作的时候啊，每走一步你还是会遇到新的问题。能解决的话当然就是解决，如果不能解决就是想办法绕过去。但是依然还是有些问题呢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就是要在一直不断的尝试跟测试。如果你也在做 AI 影片的话，我的建议是，第一点，制作阶段的时候啊，碰到 AI 做不到的事情，想办法绕过去，或者是用剪辑的方式把它 cover 过去，不要硬跟它去对抗，因为那样是浪费时间。第二点，提示词呢，不要只描述画面长怎样，同时也要加入说摄影机的位置应该在哪里，然后它是拍向什么方位、什么位置。第三点，不要先决定片长或者时长，先把故事一段一段的拆开来，好好理解跟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画面、什么样的镜头去呈现它，那时长呢，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了。我是莹莹，是非科班出身自学 AI 创作的同路人。我相信每个脑中都有一个故事值得被看见。我们缺的不是努力，而是底层逻辑。我会继续用分镜思维来制作 AI 影片，把踩过的坑呢都摊开来给你看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的话，我设计的 AI 导演系统 MSAY1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。从故事到分镜，把前期制作流程呢跑一遍，而且因为这次踩过的坑啊，我会继续升级我这个系统。购买链接放在下方资讯栏里面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